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这次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南直树先生所著的《与自己的身体对话》。这本书特别推荐给那些每天都感到疲劳，无法长期维持良好状态的人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：第一，通往健康的捷径，其实是踏实的绕远路；第二，通过放松唤醒身体原本能力的身体开发法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通往健康的捷径，其实是踏实的绕远路。工作、家务、生活环境、天气等各种因素都会成为压力来源，让我们的身体在不知不觉间变得紧张、用力过度，最终变得僵硬。如果能够把这些压力因素全部消除，当然最好。但现实中有很多因素并不是我们自己能够控制的，因此，最可靠、最高效的方法，就是打造一个能够承受各种状况的身体。而作者特别推荐的方法，就是身体开发。所谓身体开发，就是培养察觉身体紧张和僵硬状态的能力，改变自己身体的使用方式。具体来说，就是让因为过度用力而僵硬的身体逐渐放松，正确感受骨骼、肌肉和关节的状态，并学会按照身体原本的结构正确使用它们。什么是感知值？所谓感知值，就是能够用数字来表达自己当前身体状态的能力。理想情况下，你应该能够感受到，和昨天相比，今天肩膀大约能再抬高10分左右，这样细微的变化。但是，对于过去从未认真关注身体变化的人来说，往往只能感受到身体变轻松了，活动范围变大了。接下来可以通过一个简单测试，确认自己的身体感知能力是否正常运作。步骤1，准备一个2升的塑料瓶，如果是空瓶，请装满水；如果没有塑料瓶，也可以使用叠起来的书、矮脚踏台等大约10厘米高的硬物。重点在于必须是坚硬的物体，像靠垫之类柔软的东西则不适合，因为后面把脚放上去时，柔软物体无法让腿完全依靠上去，人会不自觉地出力。步骤2，准备好塑料瓶后，仰躺在地上，像睡觉前那样放松身体，感受并记住自己此刻的状态。大多数人此时都会认为，我已经完全放松了。步骤3，保持仰躺状态，将塑料平衡放在脚踝下方，然后把一只脚放在塑料瓶上，让腿部的重量完全交给塑料瓶承受。想象腿部重量不断压在塑料瓶上，脚越来越沉。同时，请想象自己不是躺在房间里，而是在夏威夷海边、温泉里或任何让自己感到放松的地方。保持这个状态2至3分钟，一边持续发出放松的声音，一边感受腿越来越沉重。2至3分钟后，再慢慢仔细地把腿放下来，从测试中发现身体的状态。这时请感受一下刚才放在塑料瓶上的那只脚，是不是有一种仿佛陷进地面的感觉，紧贴地面的感觉呢？而另一只没有放在塑料瓶上的脚，是否反而有种轻飘飘浮起来的感觉？其实，紧贴地面的那只脚，代表已经放松并去除了多余的力量，而另一只脚由于仍然维持着无意识的紧张状态，所以无法完全贴地，反而会有浮起来的感觉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？实际测试后，却感觉左右2条腿仿佛完全不同。这种差异正是证据，证明你的身体在不知不觉中一直处于用力、僵硬的状态。你以为自己已经放松了，实际上却仍然在无意识地使劲。这就意味着，你的身体感觉已经变得迟钝了。提高感知能力的重要性，要真正与自己的身体对话，就必须提高这种已经变迟钝的感知能力。感知能力越高，越能及早发现身体异常，越能及早处理问题，越能更快恢复舒适健康的身体状态。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，会让你离健康越来越远。身体开发有一个重要特点，它是自己就能做到的事情。作者认为，每天坚持进行身体开发训练，正是迈向健康的第一步。以闪到腰为例，很多人认为闪到腰是因为某个动作做错了，其实并不是，真正原因是身体长期处于过度紧张状态，而自己没有察觉，然后恰好因为打喷嚏、搬重物等动作成为导火索，最终导致腰部受伤。如果患者没有去思考为什么会闪到腰，原因到底是什么，
而只是因为疼痛消失就认为已经好了，没问题了，然后继续维持让腰部承受负担的生活方式，那么身体状况就会再次恶化。结果1年后再次闪到腰，半年后又再次复发，不断重复这样的循环。如果患者在第一次康复之后，能够认真面对自己的身体，提高身体感知能力，那么在后来腰部刚出现不适时，就能够察觉到问题。如此一来，完全有机会在再次闪到腰之前就进行保养和调整。作者认为，首先要通过身体开发训练，让自己能够感受到身体状态的变化，然后一边提高身体的感知能力，一边让身体放松下来。虽然这看起来像是在绕远路，但实际上却是通往健康最有效率的捷径。理想的身体像婴儿一样的身体，在身体开发训练中，作者鼓励大家以婴儿那种柔软、放松的身体状态为目标。当我们触摸婴儿时，会发现他们表层的肌肉十分柔软。实际上，真正驱动身体运动的是骨骼和关节，而负责推动骨骼和关节运动的，则是围绕在其周围的深层肌肉。如果外层的表面肌肉一直处于紧绷状态，那么骨骼和关节就无法顺畅活动。例如婴儿原本仰躺着，一下子翻身，变成趴姿，然后开始爬行，仅仅这一连串动作，就能看出他们身体的放松程度，以及肌肉、骨骼和关节是否按照原本结构自然运作。像婴儿那样，不使用多余力量，在没有僵硬和紧张的状态下，正确运用肌肉、骨骼和关节，这才是人体最自然、最理想的状态。然而，作者指出，真正能够按照身体原有结构正确使用身体的成年人，实际上非常少。如果身体能够按照结构正确运作，身体整体的歪斜会得到调整，全身血液循环会变好，深层肌肉会被激活，基础代谢会提高，随着身体机能恢复正常，整体健康状况也会逐渐改善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通过放松唤醒身体原本能力的身体开发。首先进入实际练习部分，身体开发一搓手法，双手掌心相对，缓慢的交错摩擦，重点在于像安抚婴儿一样，一边轻轻搓手，如果可以的话，还可以像鱼儿游泳一样，让身体轻轻左右摆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身体僵直不动，只动手部的话，很容易只用到手指和前臂，从而产生不必要的紧张。所以要避免只动局部，而是让身体整体保持放松，持续轻柔缓慢的摩擦1至2分钟后，你会感觉双手变暖，变得湿润，变得柔软，这表示以手部为中心的血液循环正在改善。然后试着反复做张手握拳的动作。作者建议多次反复练习，练习越多，你越能感受到手部的变化，身体感知能力也会不断提高。身体开发2肩部摩擦法，对于肩颈酸痛的人来说，可以轻轻摩擦肩膀最外侧突出的骨头部分。练习前先做一次举手过头的动作，检查肩膀的活动范围、肩膀的轻重感，然后再开始练习。这里的重点是摩擦骨头，而不是按摩肌肉。缓慢、仔细的摩擦约1分钟后，再次举起双手，你会明显感觉到肩膀活动范围变大了。大多数人平时几乎不会意识到肩胛骨或肩关节的存在，很多人只是依靠肌肉来移动肩膀和手臂，结果就是肌肉持续疲劳，最终形成肩颈僵硬。无论是搬东西还是长时间办公，如果总是只用表层肌肉，而不去意识骨骼的运动，就说明对身体结构的感知能力不足。当你能够主动感受到肩部骨骼的运动时，身体所需的力量就会降到最低。身体开发3躺姿开发法，实际上，第1章介绍的塑料瓶测试本身就是一种身体开发训练。当脚放在塑料瓶上时，表层肌肉会逐渐放松，而靠近骨骼的深层肌肉会更容易发挥作用。当你拿掉塑料瓶后再抬起腿，会发现虽然腿仍然有重量，但感觉更轻，更容易活动。这说明腿部的状态已经发生改变。除了脚之外，也可以把塑料瓶放在手肘下方、肩膀下方，进行类似训练。作者认为，很多人的肩膀之所以长期酸痛，可能是因为连睡觉时都没有真正放松下来。如果能够释放手臂和肩膀多余的紧张，就能预防
慢性肩颈酸痛，身体不适感，这同样代表身体状态发生了改变。由于这种练习可以躺着完成，所以特别适合睡觉前、疲劳时反复练习。当你以更放松的身体状态入睡时，睡眠品质也会得到提升。身体开发练习的关键其实非常简单，几乎任何人都能做到。如果你也经常感到疲劳、肩颈僵硬，或者总觉得身体哪里不舒服，却找不到真正的原因，那么不妨试着停下来，重新感受自己的身体。真正的健康不一定来自更多的治疗，而是来自对身体细微变化的觉察。通过每天一点点地放松身体，提高感知能力，让身体和大脑重新找回原本自然协调的状态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